随着我对内容制作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我就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来完成创作。我就把家里之前一直堆放杂物的一个小单间重新整理了一下，空间不大，不到12平。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新工作室都有哪些东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就从房间的入口一侧开始吧。这里是我的影音中心，显示设备是一台75寸的索尼电视 75x90J， 连接的设备有任天堂的 Switch、Apple TV 和一台 PS5。前面实在是没有空间了，干脆把它放到了电视机的后面。这样看起来也蛮好的。音频方面是一套三星 Q950A 的回音壁，关于它呢，之前也做过视频内容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有朋友注意到了，我还放了一对博士301在左右两侧，有时候用来唱 K 用。在旁边的置物架上，基本上都是一些近期更换的设备包装。下面还有我用来做 Mesh 的华硕 AX5400。房门正对的这一面墙就是我日常拍摄的一个主背景。OK， 接下来就是我生产力的中心了。这个办公桌我并没有刻意的去让它完全的去极简，虽然那样后期呈现出来好看，但并不真实。大家可以看看真实的一个创作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。我并没有使用升降桌，这个桌子是之前拍摄留下来的，实在是不想浪费。为了能够视线范围内没有明线，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木质的增高架。新换的 Mac Mini M2 Pro 塞在下面也很好。另外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东西。上面呢是一对博士 C5 桌面音箱，我用了已经有好多年了，效果非常好，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去换掉它。我是2016年买的，就这样一直用到了现在。显示器是一台明基的 EW3270U 32寸 4K， 这次升级了 Mac Mini 后就想着要换一个支持高刷的了，毕竟眼睛长时间面对的东西能好一点是最好的。既然说到眼睛，就不得不提到上方的明基挂灯了，它是明基目前的旗舰 Screen Bar Halo。之前我是一直用的 Screen Bar Plus，我还是抢的首发用户，后来发现我把它放在显示器增高架的下面可以看不到明线，但每次用都要把手伸到里面去找它，这次索性就换了 Halo 无线款，可以放在任何我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关于它，我想多说两句。如果你平时也经常长时间面对电脑显示器工作的话呢，眼睛的舒适感一定是不能疏忽大意的。之前就习惯了在夜间办公的时候打开挂灯，我一般比较喜欢用偏暖色的光线，这样长时间看显示器也 OK。有时候桌面拍点小东西，它还能帮我补光。升级了 Halo 之后呢，体验就更舒适了。桌面照射范围更大，非对称光型也做得更极致。Screen Bar 系列的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可以从侧面去验证它的光路，是非常标准精确的非对称光型。宣传的效果和拿到手上体验对比下来，只会感觉更好。另外还有一个改进，就是这次终于有了收藏模式，再也不用和 Plus 老款那样每次打开灯都要调整一会儿才行，一键直达，真心方便。Halo 在灯架后方还加了一个背景灯，它可以与主光前后同时亮起，也可以单独只点亮它，关闭前主光源。别看这灯小不起眼，尤其是在晚上暗视环境下，可以进一步缩小背景和显示器亮度的一个差异，大大缓解夜间工作时眼睛的疲劳感。整个桌上除了 Mac 以外，目前最不能少的就是它了。我个人觉得唯一有一点不爽的就是控制器它是采用了3节7号电池来供电的，如果能采用内置电池接口用 Type-C 充电的话呢，那就更好了。最后是最近才购入不久的 Felcom 小隼多功能设备树，我也是经常看一些科技博主在使用它，听说是和影视飓风联名制作的。先说一个缺点，就是一个字，贵。随便自己配置下来就是1K 到2K 了，但精致的做工和扎实的用料又确实值得。不过想想贵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。除了这以外呢，剩下的都是优点。
它可以把你不同的设备啊，都像一棵大树的枝干一样装在上面。比如这个灯，我之前都是用的落地支架，它占地方不说，还经常被碰到，会不稳。对于我工作室的小空间来说，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 amazing， 既方便又节省有限的空间，配的气压感也能让我随时得到需要的光线。另外，这个是用来拍摄俯视镜头的支架，一些在桌面完成的俯拍，我把相机挂上去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弹簧臂，可以挂麦克风或者是一些小补光灯。总体来说，我是非常满意的。以上这些就是我新工作室的全部设备了。哦，对了，墙上这些啊，为了消除收音没有回声，我是直接去装饰建材市场买了几块吸音板贴上去的，基本上够用了。作为个人创作者，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工作室，我现在是很满意。后面我也会在这里制作更多大家喜欢的内容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